小 case。一双手踩遍江湖，花花草草；一双眼寻迷人间，几世珍宝。一颗心终究长生，人月人老。就是不想感觉真好，嘿嘿，你知不知道？总留下的中华医学好好，无边举世无双是人类瑰宝。说你们为什么不常去看一看中医药？你看就知道人类本来可以活得更好。既然说的是别怪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大不自无理取闹。有种病得上了，别忘老子欲望到底谁的是谁都逃不了。如果爱上一个无法拥抱的男人，谁能解开爱留下的疼？千山千水留下的余温，只能留给画中人。为何曾经扎过无数笔墨的认真，无法解开你种下的恨？这次叹息我们的年华，不见彼此的泪痕。杜仲、田青、枸杞、天麻、细米炒哪儿了？快来救人啊！你嘛，嘿嘿，虽然刚来太医院，看起来还蛮机灵的。这太后的病要是治好喽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呐！你要什么赏赐都有啊。赏赐我倒不在意，能不能借我看套书啊？书？别说是1套、500套、5000套，宫中的藏书任你挑选。去还是不去啊？和天觐见。太医院和天叩见太后娘娘。哎呦，就你这个小太医呀，你说你有办法一定可以治好太后的病。你既然一定能够治好太后的病，你要好好的表现，要不然可是欺君之罪呀。哎呀，可是我没有保证过我一定能够治好太后的病。哎，你这忽悠太后是不是啊？那好，一会儿把她的舌头割了吧。哎，行了，先让她看看再说，不要吓唬她。好，快给太后看病啊！那么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吗？你爬过来我才高兴呢，快点看。太后娘娘，请问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是睡眠不好，一睡着就做梦，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，还动不动就头疼。太后娘娘，你的脉象平稳，应该问题不大，可能只是有一点营养不均、睡眠不足，所以精神不太好。你是说太后没病装病，无病呻吟是不是？啊？太后没事，我回去开副药，能让太后促进睡眠，还有增进食欲的药，这样应该可以有所改善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太后可是金玉之躯，不是你的试验品。这一次吃了你配的药以后，要是不见效，我看呐，你这个脑袋也就别留在脖子上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那，头痛、没胃口、睡不好，不就是缺乏运动吗？有什么药可以治心情不好、缺乏运动的？
和田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又来偷药？老师，这是现行犯，我马上叫人来抓他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我过来抓点药，我今天帮太后看病了。好，你凭什么？我也不愿意啊，是孟公公叫我去的。医术不精，药等于毒，针等于刀啊！现在有针有药都没有用，太后她根本就没有病。老师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做？哎，你呀，这宫里不是关系很多吗？啊，这次啊，除非你是皇帝他老子的干儿子，否则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，你死定了。啊，不过一个你可以放心啊，你有什么要求呢，就写在遗书上，我会念在咱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给你上坟的时候烧给你。哎呀，这当皇上有什么好的？整天被困在宫中，连个老婆都要别人帮你指定，没有自由啊！还是当飞贼好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喝酒就喝酒，想逛街就逛街。这天下不能选择的事情太多了，有些事情自己不想做，可却拒绝不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听话了，不想结婚就别结嘛！啊！先皇过世的早，是母后辛苦把我养大，可她现在身体不好，朕不想惹她不开心。不是开玩笑啊！这忠孝节义呢，我们走江湖的不比你们读书人懂得少啊！这个忠义，兄弟你肯定是不会少的。还有这个节呀，你也还说得过去啊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孝字，兄弟啊，你可得当心啊，可不能栽在这上头。还有啊，太后逼你娶老婆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是吧？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那肯定是李宝钏那个老烟贼他搞的鬼啊！你想想，他自己的宝贝没了啊，他现在找别人出气。你说你这皇帝当的，怎么连个太监你都搞不定了啊？哟，嘿嘿，坏习惯，坏习惯。我这看他脏了，我给你擦擦吧。哎呀，李宝钏呐，服侍朕母后几十年了，自从朕登基以来，就一直想治治她，可每次都被母后给挡下来，证据都摆在那里了，可就是没办法。你看看，我认识你呀，我才知道，做大事不容易。这天底下的人啊，都说皇帝有多么多么的差啊，他们就不知道，当皇帝啊，也有当皇帝的苦衷，是不是？连自由恋爱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办不到，真是苦哦。给我留一个好不好？
进来。你还没休息吧？怎么这么晚跑过来？哦，我看你灯还亮着，就来看看，没打扰你吧？刚刚忙完，差不多要休息了。你呢？看起来这么累，为什么不早点休息啊？能睡我早就睡了，给太后的药方一贴都没开出来，都快烦死我了。到底太后什么病啊？连药方都开不出来？其实也没什么病啊，就是心情烦闷，所以吃不好睡不着。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太后整天闷在房间里不见天日，没有家人陪她，又缺乏运动，所以难免心情就……怎么了？有办法了，说出来。哪里有笔墨？我有了。不，有办法了。你怎么会画我妹妹啊？刚好就是那个我晚上没事做，就突然想到你妹妹，就随手画了。哎呀，不存在的人有什么好想的？只是想起她的笑容。我妹妹的笑容。你妹妹看起来是很天真、快乐，可以让我感受到她的单纯无邪。只是笑一笑，就让你感受到那么多。那是因为皇宫里是全天下最虚伪的地方，每个人都表里不一，表面上在笑，脑袋里呢想的不是升官、拍马屁、发财，就是暗地里骂你。皇上，他也是一样，明明在乎一件事情，却偏要表现的好像不在乎，就算被逼到没路走了，还要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看起来皇上也不好当啊，说的那么凄凉，怎么会开心呢？其实皇上他是不开心，可他要表现的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难怪大哥你也整天不开心呢。唉，做人做成这样，说实话也是挺悲哀的，连笑起来都没有真心，都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所以那天看到你妹妹的笑容，才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。也没那么悲惨，还有我跟小三都是真心诚意的，对不对啊？既然这样，那三弟你就不要瞒着我了。你是不是有个妹妹？可是你不想让我知道，所以你就说她死了啊，对不对？自己兄弟骗你做什么？那真是我妹妹的鬼魂，可能是舍不得我跟我娘。要是你不信，下次月圆的时候你再跟我回去看看。那就这样了，我累了，先走了。老爷，祥宁，祥宁，把门给我撞开。是老爷，把门撞开，快点！是。嘿，哎呀！啊！祥宁，啊！明晶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好惨呐！给我一点吧，给我一点吧！走开！我好惨呐！出门被撞断了腿，我出门被撞断了腿。
公主都瞎了眼睛，大爷们多施舍一点吧。喂，兄弟，你们光看我这个造型，也该多给点爱心，给点钱吧。老板，天字1号房，不管有谁住，都给我轰出去。上好的酒菜给我端过来。还有，本小姐我喜欢安静，闲杂人等给我通通的轰出去。哟，门口5两银子是谁掉的呀？小心小心小心啊！谢谢啊。太后坐好。来，太后，我帮你。干嘛呢你？过来。太后啊，太后脚抬一下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我得的什么病啊？你说呀！有话快说，还生他气干什么？是啊，你快说呀！你这样把我扒拉来扒拉去，又是张嘴又是敲腿的，你不说话，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太后，你脉象4平8稳，气血运行也很正常，身子没问题，就是这儿出了问题。这种情况叫做心脏病。心脏病，心脏病是什么病啊？心脏病初期，只是觉得吃不下、睡不着，随着症状的加重，就会感觉到胸闷、头晕、四肢发凉、呼吸困难、记忆衰退、手脚无力，最后呢失去意识，可能长久昏迷不醒。不过呢死不了，最多就是瘫在床上。哎呦，不是你昨天说没病啊？今儿怎么说跟得了个那个绝症似的你啊？就这么2天差2节啊？我看这舌头也得搁2节。公公，你对这个病知道多少啊？这心脏病呢是一种顽疾，不是每天都发作的，就像天气一样，不发病的时候呢就是晴天大太阳，发作起来啊就像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。如果不多把几次脉，那是查不出来的。根本看不出什么毛病来，在这胡说八扯的你。你是不是觉得太后好糊弄啊？还是觉得你的脑袋在脖子上太重了？啊？我是大夫还是你是大夫啊？那么有见地，那你来看吧。你说太后得了什么病，要开什么药啊？你那么厉害，还要太医院干嘛？干脆让我退位让贤，你来啊，让你来，给你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你快跟哀家说，哀家这病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怎么得的？应该怎么治？你快说呀！一根针，1贴药，只要对症下药就能治好。我昨天晚上翻遍了太医院的医书，总算给我找到1贴良方啊！这1贴良方就叫做千秋朝阳甘露水，万里嫩角五爪龙，遍地冰释黄金甲，百山丛绿一点红。药到病除金粟汤，心情舒畅食欲长。1日3餐嫌不够，心宽体胖精神爽。沾着枕头就睡着，一觉睡到大天拿了吧你，干嘛呢你？哎呀，那你赶紧去准备。不过太后，这贴药不是说有就有的，
要趁着那个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当场服用才行啊。好，哎，快赶紧，你去招了一下，明天早上备叫，一定，千万不能坐轿。吃这贴药绝对不能有太多人跟着，人气会驱走草药的灵性，所以不可以坐轿，只能够步行过去。我没问题。那个宝钏，你准备啊，明天上午陪哀家上山吃药。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副药吃了可得管用，要不然你回到宫里好好翻翻医书，看看能不能给自己配一副还魂药。哎呦，太后，那我现在就先告退了。明天一早我带你上山去吃药。不过太后你要记住一点，子时以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，空腹吃药最有效果。好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谢谢，拜托你了。应该的，我先告退了。好。不是，我看是看得懂，不过你让我帮你找这个东西干嘛呀？告诉你也是对牛弹琴，反正你给我找来就对了。嘿，不是，我是你结拜过的二哥哎，跟哥哥说话不能这么没大没小的。你想怎么样？哎呀，好歹你也说两句好听的话来听听吧，至少叫声哥哥也不错啊。来，让哥哥抱抱啊！哇，不是你，哎呦！我们都结拜了，你还想跟我谈条件？不帮算了。不是你干嘛呀你？我又没说不帮你。帮不帮你随意。不过呢，我们不妨猜猜看啊，要是李公公知道宫中有假太监，会如何处置？得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你干嘛要这样啊？你要敢跟他们说我是假太监，我就告诉他们你是女的。谁怕谁啊！我女扮男装，最多是被赶出太医院，可你是假太监，可是要杀头的。又杀谁的头啊？你听错了，大哥，不是杀头，是二哥说他的绰号叫傻头，大哥以后我们叫他傻头就好了，这样比较亲切。哎呀，你呢排行最小，对二哥啊要有礼貌一点。听着了吧，叫哥哥。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是这样的，你上次帮太后看病，皇上他想知道现在药方怎么样了。解决了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给我想到对策了。真的？行不行啊？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啊？治不好就杀头了。要死这么一块死。对。哎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该回御书房了？我知道，你最近比较闲嘛。为什么比较闲啊？哎呀，这个皇帝啊，忙着讨老婆，没时间干正事儿，那大哥自然也就没事干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有时候呢，就学二弟一下，能多偷懒就多偷懒，可以多透口气，自由自在，对不对啊？还是大哥聪明啊！我的人生哲学呢，那就是自由自在可以学，不负责任就不能学了啊！难得有空，不如出去逛逛，好久没见我娘了。得嘞，这个好啊！都是皇上不给力啊！看上去是九五之孙，高高在上，结果连他娘都不听他的。姑娘，给钱！我不是给你耳环了吗？我是开酒楼的，又不是卖珠宝的，谁知道你这是真的假的？你识不识货呀？我这耳环都能买你这个酒楼了。我不管了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就报官，自己看着办。给你了，给钱。你吃饭不给钱？钱还没给呢。我钱带掉了，你给我付钱去。我？快点儿，有钱掏钱，没钱借钱去。真不巧啊！我今天出门忘带钱了。哼，装的吧你？你就是不肯给我付钱是吧？你给我付。
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呀，那钱是吧？叔叔看够不够？他谁呀？哎呀，这个三八，他一天到晚都缠着我，不要理他。拿去吧。谢谢啊。我说，钱我都已经帮你付了，你还黏着我干什么？路是你家开的，我高兴，我喜欢，我乐意，管着吗？你帮你解了围，给你付了钱，你不说声谢谢也就算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讲话声比雷声都大。哎呀，那你是谁呀？我们人类在对话，你这根葱管得着吗你？你家住海边啊，管得那么宽。说我是葱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画的跟买团小丑似的，你看看小丑，说我是葱，你就像头驴你！别别我，怎么说我是葱？走吧。怎么这么荒凉啊？这种鬼地方能住人吗？我们住就没问题啊。你这种千金大小姐住什么地方都会不舒服的，又没有人邀请你来这儿，慢走啊。这里是私人住宅，未经允许谢绝光临。再向前一步，别怪我关门放狗。哎，我也没说要进去啊，我就站在这儿。这儿是我家门口，你那么爱站，就去自己家门口站啊。县里头是你家，县外头是大家的。我爱站哪儿就站哪儿，你管着吗？管不着。大娘，大娘，来吃你的拿手好菜喽！我娘不在，大概是带大夫去配种了吧。你们坐，我去沏茶啊。小三，干嘛？刚才你不是说有事要出去跑一趟吗？我没有啊。有啊，刚刚在医护站你不是说过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从来不干正事儿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有个人凶巴巴的求我办件事儿。想起来了，要去快去，少在这废话了。坐下来歇一会儿嘛。到底什么事啊？去买酒。去买菜。是这样的，宫里待的时间久了吧，手有点痒，想出去赌两把。本性难移，去吧。那个，借点银子呗。啊？哎呀，别那么小气，都拿来吧。麻烦让一下，我出去。好啊，你出去啊。消停点呢，对你有好处。一边去是你唯一出路，你要不走，小心后边两条大狼狗。狗，哪里有狗？快赶走！我说你长得比狼狗都可怕，你还怕狗啊？张哲三，你骗我！骗你又怎么样？喜欢罚站是吧？得，那您就跟这儿站着啊，小心点，别让别人溜出来啊。来，拿着这个，这才像看门的。死张哲三，你就是狗，你就是赖皮狗，混蛋狗！来。所以，在你出生之前，你爹就过世了。是啊，我从小就没有爹了。20年来，我们母子两个相依为命。后来又有了大福，大娘真了不起。当然了，我娘呢是我见过的最伟大、最勇敢、最能干的娘，就是喜欢跟我斗嘴。你刚说这20年来就你们母子俩？没错，
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我是这样，因为呢，我妹妹死得太早，每次提起我娘都很伤心的，所以我一直小心翼翼，能不提就不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对了，你妹妹的坟在哪儿啊？你要挖坟？哎呀，你说过，你妹妹既然是难得出现的，我们又是结拜兄弟，去看看家人，给她烧个香，让她多安心，说我们会照顾你的。我知道你会照顾我的，不像小三那个家伙，整天就知道给我添乱。哎，你也不用去烧香了，我来转告就可以了。怎么可以？这种事情要自己去做，才能表现出真心诚意啊！还是本来就没有这个妹妹？你在骗我？有啊，当然有了。死人是可以开玩笑的吗？你不相信，我们现在就走了。好，我就在等你这句话。走。走，我们走。好啊，走就走。去啊。那个大小姐还在门口呢，从后门走。哦，你刚才啊，带我从那边走过去，这边弯过去，然后再绕上去，再从这里走回来，这个地方肯定走过了。哦，你看，它就在这里啊！你踩到我妹妹的坟头上了，难怪我找不到，原来被你给遮住了。妹妹啊，哥带朋友来看你了。他叫修志平，是哥哥的结拜大哥，你们之前见过的。啊，对了，你有话要跟他说吗？你妹妹就埋在这里。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没有墓碑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，还没有取名字就走了，就不能立墓碑的。大哥，我说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不成亲呢？因为没有对象嘛。不会吧？你条件又不差，怎么可能没对象啊？我看你的表妹就很喜欢你啊。我不喜欢她，我和她不过是兄妹的感情。那你喜欢哪一型的？说来听听，我可以帮你物色。我不知道哎。不好意思说吧。行了，你别装了，我给你点提示啊。胸怀大志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用。也不用，反正只要不胸无点墨就行了。那么立竿见影呢？哎呀，反正不要脚踏实地就可以了。那么，要是，像我妹妹那样的含苞待放的天真少女呢？喂，你妹妹在这里，哎呀，不要拿她开玩笑。打个比方，她不会介意的。大哥，假设啊，我只是假设啊，要是我妹妹还活着，她这样的女孩，你喜欢吗？其实你妹妹笑起来是蛮可爱的。那再假设，她的个性像个男人婆，大大咧咧的，像我。像你也不错啊，又坦率又不做作。再假设，她会打呼噜、磨牙、吃饭掉饭粒、喝汤稀里哗啦的呢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一直问我。你呢？你是喜欢胸怀大志呢，还是立竿见影啊？这还用说吗？男人嘛都一样的，最好还是波涛汹涌，这你懂的。
波涛汹涌。啊，是啊。哦，那你可就小心帆船啦。天，天，不会吧？阴魂不散啊！哎，好了，我不会游泳啊，我先走了啊。等等我啊！一起走。我说你呀，干嘛躲官兵啊？犯什么法了？啊，那可多了。我呢，打家劫舍啊，杀人放火呀，离我远点。哎，骗谁呢？那我问你，那个小鬼又是谁啊？他是我三叔公的六姨妈的儿子，他外甥。哎呀，转来转去我头都晕了。放手！不放。再不放手，我就告你非礼了。哎呀，告呀！你告呀！你告呀！我告呀！敢告呀！这个呀！你下流！你到底有没有搞错？明明就是你亲我的。你还说你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呀？还动不动的就打人！要你管，我就打你，我就打你！冷的话就过来吧。不冷。哦，暖洋洋，好舒服哦。你故意气我是不是？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差劲儿啊？哦，哼，不知道是谁把我绑回家，对我真好。是你之前对我不礼貌，刚刚你还……那2次都是意外，我都说了对不起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要不要让你摸回呀？让你摸啊！快来摸，快来摸，快来摸！下流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荒郊野外的孤男寡女，怎么开呀？要你走你不走，现在可别后悔了。小妹妹，不要过来！其实你长得还不赖呀，要是脾气好一点，我就更加喜欢了。怎么了？痛不痛啊？你让我贴下试试看，开个玩笑下手那么狠。怕成这样啊！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吧，再下去说不定什么蚯蚓蜈蚣啊都出来了。我跟我爹吵架了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吵架就不回家？那我从3岁开始就已经浪迹天涯，变成犀利哥了。你现在就回去，好好的跟你爹道个歉，我保证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的。我才不跟我爹道歉呢。他平时都不关心我，不准我这，不准我那。现在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还逼我进宫选妃，我不要。别人做梦都想嫁给皇上，你还嫌东嫌西的。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人呢？从小到大，我看着我爹上朝论政，下朝办公，回到家吃饭，永远只有我跟我娘2个人。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。我只想跟我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穷也罢，富也罢，2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了。有道理，只有互相喜欢，这样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。
如果光是为了荣华富贵，那是出卖自己。继续说呀。啊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啊，雨都不下了。那我现在要回去了，你走不走啊？啊，我真的要走了。肚子在叫什么？没礼貌。我要回家吃晚饭了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啊？是你叫我去你家的，不是我自己要去的。哇，那你还是不要去了。再见。哎，你说话怎么那么气人呢？哎呀，等等我！去哪儿了？你不是叫我出去随便逛逛吗？小天儿，什么事？大福可能有点不太舒服，你去看一看。我吃饱了就去。我看大福看上去挺正常的呀。你脑袋让大福踢了啊？你怎么把赵太师的女儿给我带回来了？他离家出走了，我看他没地方去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我看你的脑袋是让树根给打了，人家是什么身份呢？啊，人家吃啥睡哪关你屁事啊！我不管，一会儿吃完饭赶紧让他走人。啊，爷娘，帮人哪有只帮一半的？再说她是个女孩子家，现在天都已经黑了，你让她去哪儿啊？我不管，人是你带回来的，你怎么给我带回来的，就怎么给我带走。再有一个，最近皇上选妃，没事少给我往家跑啊！乖乖给我在太医院待着。你怕我被选上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男的。你户卡上是女的。差点忘了。那如果官兵来查，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呢？大不了我涂上胭脂，抹上粉儿，代替你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万一皇上选上我，我还能当个皇后什么的。情深深一片苍茫茫，爱切切尽在花中央。魂留在那一夜花前月下，看星星数落惆怅。牵住的都是手一双，都是情为何不一样？问谁在星夜里思念挣扎？看天地两情相望。无言独向西楼月路过，寂寞的梧桐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心里愁，别是一半滋味在心头，花自飘零谁自留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，躲不开朦胧里的温柔，挡不住断水水更流。让心去流浪，让梦去飞翔，看爱情缠绵在水中央，轻轻在隔岸相望。让心去流浪，把思念装进了行囊，转过身看不见彼此感伤，我们的心在歌唱，我们的心在歌唱。